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不够？不够钱，不够时间，不够爱，不够安全感，不够被看见，不够被需要。你以为匮乏是环境造成的，是外在条件的限制，是命运的安排，是别人的选择与拒绝。但你从没想过，其实匮乏真正的根源是你不相信自己。当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价值，你就会一直怕钱不够用。即使银行里有钱，你的心还是空的。当你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你就会在关系里委屈、讨好、抓住。即使身边有人陪着你，你还是觉得孤单。当你不相信自己可以走出困境，你就会对未来感到无力、恐惧、焦虑。即使明明一切都还没发生，你已经先把可能关上了门。你以为是世界对你吝啬，但其实是你对自己吝啬信任。你把力量交给了外界，交给了条件、结果、他人的评价。你忘了，一切真正的源头都在你心里。匮乏不是物质的缺乏，而是一种内在状态，是一种我不相信我可以的能量，是一种我还不够的自我定义，是一种无形但持续运作的阻碍，默默地挡住了本来要流向你的丰盛。而当你开始转变，开始对自己说，我可以，我值得，我足够，我信任我自己，你就会发现，世界也开始回应你不同的实相。因为你相信，所以你开始行动；因为你信任，所以你开始接收；因为你内在有力量，所以外在也开始有支持。匮乏不是你要去对抗的东西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你忘了自己是谁。你不是那个什么都要靠努力证明的人，你是那个天生带着价值与能力来到这个世界的灵魂。你有智慧，有直觉，有创造力，有选择权。你只需要回到自己，重新连结那份信任。当你重新相信自己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你一直都有资源，你只是以前不敢打开那道门。你会看见机会，你会吸引对的人，你会接到灵感，你会开始创造。因为你再也不是从不够的频率出发，你是在我可以的能量里行动。从匮乏到丰盛，从来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变，而是内在信念的更新，是一场从怀疑到信任的旅程。你越相信自己，匮乏就越无法靠近你。你越怀疑自己，即使身处富足，心仍觉得空。所以，请你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一直活在怀疑里？我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？我是不是总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？如果是，那你可以现在就选择不一样。不是因为你做的更多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愿意相信你早已足够。请你每天对自己说，我值得被爱，即使我现在还在学习。我值得被支持，即使我不完美。我有能力创造我想要的生活，即使我还不知道怎么做。这些话会慢慢改写你内在的能量，会让你从一个紧绷的状态中松开，会让你开始张开手，
开始接住那些原本就为你准备好的丰盛。你不用等一切都完美，才开始相信。你要先相信，丰盛才会靠近你。匮乏不是你该惩罚自己的理由，而是你该拥抱自己的起点。你说你怕失败，其实你是怕自己没有能力承受失败。你说你怕被拒绝，其实你是怕自己一旦被否定，就再也找不到价值感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的信任，不是永远不跌倒，而是跌倒了，你也相信自己爬得起来。这样的你，是稳定的，是有力量的，是让宇宙愿意全力支持的频率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从“我还不够”的角度看自己，请你现在就开始练习说出不一样的话。我值得，因为我就是我。我有能力，即使我还在学习。我选择相信自己，因为这是我给自己最深的支持。当你这么说，匮乏会自然松动，爱与丰盛就会慢慢流入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不是你不够，而是你从来没允许自己相信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做一个新的选择，不是用力去拥有，而是用心去相信。相信你本来就配得起完整的一切。你曾经以为，怀疑是一种保护，是一种对现实的清醒，是一种理智的表现。它让你不会太早相信，不会太快付出，不会太轻易受伤。你把怀疑当成盾牌，拿来抵挡那些不确定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让自己更安全、更坚强、更不容易失望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不断怀疑，你的人生也跟着停在原地。你想踏出去，但又怕失败。你想说真心话，但又怕不被理解。你想去爱，却总是在临近靠近的那一刻退后。你以为你在等待更好的时机，但其实你是在对自己的力量说，我还不相信你。怀疑不是问题，它是一种自然的情绪，是灵魂在面对未知时的反应。但当你一直握着它不放，它就不再只是提醒，它会变成阻碍，让你看不见真正的自己，让你误会了自己的可能。你不是不行，你只是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自己。你不是没准备好，你只是还没放下那句“我还不够好”。放下怀疑，不是妥协，不是说你要盲目相信，不是你否认曾经受过的伤，而是你愿意对自己说：我选择相信我的直觉，我选择相信我的心，我选择相信，我其实比我以为的更强大。这样的信念，不是脆弱的安慰，而是一种深深的力量，是一种你愿意为自己承担的勇气，是一种你终于愿意往前走的宣言。你要知道，力量不是来自你从未怀疑过，而是你即使怀疑过，依然选择前进。那些真正改变人生的人，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毫无怀疑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怀疑只是过渡，而信任才是归宿。当你放下怀疑，你会开始感觉到一股稳定的能量在你内在升起。你开始对自己说：我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但我知道
我可以走这条路。你不再等待完美的保证，你开始靠近真正的自己。你愿意错，愿意改，愿意在不确定中继续成为更靠近灵魂的样子。这样的你是强壮的，是清晰的，是让宇宙也愿意全力支持的版本。宇宙不怕你曾经怀疑，它只怕你因此放弃自己。你要的不是外界的答案，而是内心的许可。那个对自己说我值得走这条路的力量，会带你穿越所有未知，会让你在黑暗中仍然走得有方向。放下怀疑，不是因为你找到了解答，而是因为你选择信任自己就是答案。你开始知道，你的灵魂本来就知道路，你的直觉不是冲动，而是宇宙与你对话的语言。你越相信，它就越清晰；你越抗拒，它就越模糊。所以你要做的，不是战胜怀疑，而是穿越它，不让它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，而是成为你往内回望，再一次选择信任的提醒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所有真正强大的人都曾怀疑过，但他们没有停在怀疑里，他们只是看着它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你也可以，你一直都可以。你不是没有力量，你只是忘了，那份力量不是外加的，是内在本来就有的。它就在你愿意放下怀疑的那一刻，重新浮现。请你现在对自己说，我选择放下，不是因为我不怕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我值得拥有我渴望的生活。放下怀疑，就是你对自己最深的认可，就是你走向力量最清晰的开始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用怀疑看自己，整个宇宙也会用全新的方式看待你。你的路不再是封闭的，你的梦不再是遥远的，你的光不再被遮蔽，而是清晰、稳定、温柔地展现出来。这一切都从你做出那个选择开始。放下怀疑，回到自己，然后走向力量。你努力修正每一个不完美的细节，你用尽力气追赶时间，追赶成长，追赶成功。你总说，等我再瘦一点，等我更稳定，等我没那么脆弱，等我值得一点，我就可以爱我自己了。但亲爱的，你不知道的是，你越推开现在的自己，未来就越不知道怎么靠近你。因为未来不是从你变完美那一刻开始的，未来是从你决定拥抱当下那个还不完美的自己开始的。每一次你对自己说我还不够好，你就在往前方筑一道墙。你在对未来说，请你先等等，我现在还不值得你来。而未来从不会惩罚你，它只是静静的等，等你终于转过身来，看见此刻的自己，那个正在努力呼吸，学着撑住，想要被爱的你。你要相信，当你敢爱现在的自己，你其实已经打开了命运的门。你让未来有路可以走，你让自己开始对其真正的可能性。不是等你成为理想中的样子，不是等你拥有一切成绩，不是等你完全不怕了，完全不怀疑了，完全不失控了，而是现在。就这样的你，愿不愿意说，
我还不完美，但我依然值得被我自己好好爱着。这不是妥协，这是力量。因为只有真正强大的人，才敢站在不完美中说出爱。你说你怕失败，你说你怕错过，你说你怕未来不如期待，但你知道吗？最怕的其实不是未来让你失望，而是你此刻不敢相信自己配得起美好的未来。你说你在等未来给你答案，但其实未来也在等你给他一个允许，允许他回来拥抱那个终于选择爱自己的你。当你开始爱自己，不是爱应该要怎样的自己，而是爱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一切的自己。你会感觉到能量开始变了，你不再焦虑，你不再那么需要证明，你开始愿意停下来，你开始愿意听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，你开始允许自己慢一点，乱一点，累一点，但不再责备。这一刻，未来听见了你的呼唤，他开始靠近你，他知道你准备好了。你不是准备好去拼搏，去征服，去竞争，你是准备好对自己诚实，对自己温柔，对自己负责。爱自己不是一种高姿态的宣言，是你面对最深的恐惧时，依然选择对自己不离不弃。你说你怕走错路，但其实没有哪一条路真的是错的。只要你一路上都有陪伴自己走，那每一步都是正确的。你说你怕被否定，但只要你不否定自己，这世界就再也没有谁能真正击倒你。你说你怕爱错人，选错方向，付出太多，相信太快。但如果你愿意爱自己，那么就算真的绕了一点路，你也终究会回到该属于你的地方。因为爱自己的那份力量，会穿越时间、错误与混乱，它会变成磁场，变成导航，变成一种稳定的声音，在你想放弃的时候说：我们还在，别怕，你值得，你做得到，你不需要一直往前奔跑，你需要的是停下来，张开手，抱住那个还在学着怎么爱自己的你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这样做，未来就像一道光，会绕过所有你曾经以为的遗憾，慢慢的靠近你，然后轻轻的拥抱你。你不是孤单的，你从来就没有失去希望，你只是在等自己回头看一眼。那个在现在的你，才是真正的起点。亲爱的，不要再把未来放得那么远了，它其实就在你眼前，就在你选择爱自己的这一刻，它就出现了。所以请对自己说：我不再等变得更好，我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爱我自己，爱这个正在努力呼吸，学着坚强，也会害怕的我。当你这么做，未来会听见，它会一步步的走来，没有剧烈的声音，没有华丽的奇迹，只有一份安静却坚定的回应。谢谢你愿意相信你自己，现在换我来拥抱你了。在你最需要力量的时候，你最常做的事是寻找他人的认同。你把梦想说给别人听，你希望他们点头，你希望他们鼓励你，你希望他们相信你可以，因为你还不确定自己真的可以。你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答案，
一个你做得到的眼神，一个我看好你的支持，仿佛只要有人相信你，你才可以真正开始。但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是那个最先相信自己的人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你不需要别人先相信，因为真正能启动改变的力量，从来不是外在的肯定，而是你对自己下的一个决定。那句话不是我会不会成功，而是我选择相信我自己。这份信任不是盲目的自信，也不是逞强的假象，它是一种从内在升起的稳定感，一种来自你灵魂深处的声音，在你看不见未来的时候，依然愿意说，我不确定结果，但我愿意相信我走这一步的力量。你曾经怀疑过，也曾经问过无数人该怎么做，你做了计划，你等了时机，你等着那个完美时刻出现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个完美时刻从来不是外界决定的，而是你选择相信自己的那一刻，一切才真正开始。别人可以陪你分析，给你建议，为你鼓掌，但他们无法替你行动，无法替你面对，更无法替你承担选择的结果。只有你能为你的人生负责，所以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人的肯定，而是你自己的认可。当你对自己说，我相信我有能力，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变得更有力量，你的眼神变得更坚定，你不再那么依赖他人的回应，你开始知道，我不需要被看见才证明我存在的价值。你存在就已经有价值，你选择就已经是力量的展现。那些你曾渴望被相信的瞬间，其实是在提醒你，你还没把信任的主权拿回来。而现在，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不再等待别人给你答案，不再让他人的反应决定你前进的勇气。你开始对自己说，即使没人懂我，我也懂我自己。你会发现，这样的你开始吸引那些真正能理解你的人，开始打开那些原本封闭的门，开始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回应，因为宇宙也在等你，等你先点头，它才会动起来。它不会强迫你相信，它只会诚实地回应你相信了多少。你相信一点点，它就给你一点点；你完全相信，它就全力给你。这不是神秘的魔法，这是能量的法则，这是你内在意识与现实之间最深的连结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再低估你自己的力量，别再把希望交给他人的认同。真正能够支持你走下去的那股力量，就在你愿意相信的那一刻点燃了。你说你还不够准备好，但其实你已经准备很久了，你只是还在等一个允许，而那个允许只能来自你自己。请你现在就对自己说，我不需要别人相信，只需要我自己相信，因为我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见证者，也是我命运里最稳定的支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安静地前进，不用大声说服谁，不用急着解释自己，你只要继续相信，继续走，继续成为你知道你可以成为的样子。
有一天，那些你曾以为不懂你的人，会回头看见你已经走了多远，但到那时候，你也不再需要他们的肯定了，因为你早就知道，你不需要别人相信，你只需要你自己相信，那就已经足够，足够让你成为你命中注定的光。心里冒出一个声音，它不大声，却让你瞬间安静。他问：我真的可以吗？你以为这只是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你以为只是压力太大，你甚至以为这种怀疑是自己的问题，是你太敏感、太软弱、太多心。但你从没想过，那不是你错了，而是你的灵魂在说话，只是你没有听懂它的语言。自我怀疑是灵魂求救的方式。当你一次又一次忽略自己的感受，当你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改变自己，当你逼着自己撑住所有事情，表面看起来很坚强，但内在早已一片嘈杂。你的灵魂不会责备你，它不会对你生气，它只是默默地在某些瞬间，轻轻地提醒你：我累了，我想被看见。而你就是那个最需要看见自己的人。自我怀疑不是失败的征兆，它不是证明你不够好，相反的，它是一种灵魂的觉醒。它在告诉你，你已经走得太远，远到忘了回来看看你自己。你太久没有问自己：我现在好吗？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做这一切是因为爱，还是因为怕？那些怀疑感的出现，正是你灵魂在哭泣时的声音。它不会大吼，它只会用一种你熟悉的语调告诉你：我不想再被你忽略了。当你开始理解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怀疑自己不是一件丢脸的事，它其实是你开始对话的起点。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，而是你内在最真实的自己。请你不要再逼自己那么快就要振作起来，请你不要再用“我要更好”来压过“我现在很痛”。你只需要在怀疑来的时候，对自己说：我知道你在害怕，我不会再忽略你了。这样的话语比任何外界的鼓励都来得有力量，因为它来自你自己，来自你与灵魂的连线，来自一种你愿意停下来，安静地、温柔地照顾自己的选择。当你开始这么做，你会发现那些怀疑的声音会渐渐变小，不是因为它不见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需要它用那么大的力气提醒你。你终于听见它了。这就是疗愈的开始，不是不再怀疑，而是你学会用爱去面对那个会怀疑的自己。你学会了对自己说：你可以慢，你可以累，你可以不确定，我都还在这里。你的灵魂最渴望的，不是成功，不是完美，而是被你完整的接纳。你不需要再伪装坚强，你只需要诚实的承认，你有时候会脆弱，但你依然值得被爱。请你相信，那些自我怀疑的时刻，不是低谷，而是灵魂正在伸出手，希望你能再一次与它相遇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也不需要再一个人扛，你有你自己，而这份关系才是你最深的依靠。
你对自己的理解，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灵魂正在接收的讯息。所以当你怀疑时，请你不要着急去证明什么，你只要说：我听见你了，我知道你想要我靠近。你会发现，这样的自己反而更有力量，更真实，更稳定，也更能接住未来要来的丰盛。因为你不再往外抓，你开始往内抱，你把自己放回了生命的中心，你让灵魂知道，我没有忘了你，我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怀疑不再是你与自己的距离，它变成你与自己重新连结的桥梁，而你也在这座桥上找回了那份从未失去的爱与信任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